大人，大人，陈三，旁人则罢了，你还是个仵作，不去查验尸体，寻找凶手线索，反到县衙里装神弄鬼。大人，不是小人不查，但这凶手是蛟神大人，你让小人怎么查？而且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这么做没有半点私心，我都是为了大人和同僚们，不受天谴诅咒，是不是各位？是。大人，陈仵作说的没错啊，这人心不可背，天意不可违。大人，这阿胶案啊，是万万不能再查了，不能再查了，大人。大人，你们说的不无道理，我也在想，若是一意孤行的这么查下去，恐不是良策。唉，大人何故叹息？这话虽如此，可我已对河阳百姓做出了承诺，如今出尔反尔，岂不是自打耳光吗？所以这到底是查还是不查，我心中甚是纠结。不如这样，既然你们都说是天意，那查或不查，我们就让天意来做主。啊？上官芷，去我房里把那100枚铜钱拿来。是，大人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河阳县令潘岳欲彻查阿胶伤人一案，现请示上苍。若铜钱字面全都朝上，则预示此案应当彻查，真凶必将落网。100枚铜钱字面都朝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看来潘大人也想放弃了，真是给自己找台阶下。台阶都不可能。上官芷，撒。全是字，真的，你看那个，都是字，这都是字，这全是字，怎么可能啊？这完全天意如此，潘岳明了。所有人听着，若是谁以后胆敢再提阿胶扰乱军心，罚俸1月，杖30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上官芷，将这100枚铜钱定在原地，真凶落网，我再来祝祷还愿。大婶儿，今天天这么闷热，来碗冰饮吧。哎呀，这里离河边那么近，我哪有心思吃这个呀？我要不是家里断了米，我才不来这里呢。呀，我先走了。姐姐，你看，冰都快化了。听说这里的冰饮很好吃，是不是真的？虽然前一日发现了与灯会案死者情况相似的尸体，但无论从作案手法、时机，还有伤口上来说，都有明显的区别。应该是有人故意要干扰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灯会案上。经过这几日的查问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，不妨说说。刘捕快，你先说。是。县衙上下
重新排查了死者生前的仇人和过往恩怨，我们认真的、仔细的调查，发现有犯罪嫌疑之人都没有作案时间，有作案时间的都没有作案的条件，即使有动机杀一个人，也没有动机杀那么多人。从犯罪动机上来看，我推测，此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疯子。刘捕快，你这也太敷衍了吧！我都替大人不忿，嫌你能耐啊！刘捕快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，只不过严谨来说，凶手可能是神智正常但内心扭曲的人，他可能是为了某种快感或者某种执念而随机杀人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找出死者之间的共性。共性？那大人有什么共性啊？哦，小的明白了，共性就都是河阳人，河阳开山捕鱼遭到天谴，所以，如果说凶手有执念，那他选择在灯会作案，说明灯会对他有特殊的意义。如果对他有意义的不是灯会本身呢？去把去年夏至发生的所有案件都找出来。对呀，如果夏至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的话，那灯会取消了，还是会有很多案子没有被爆出来。然后咱们找到共同点，僻静的小河边，受伤的天突穴，那就可以找到漏网之鱼了。老夫这就去。三儿，我怎么觉得上官小姐比我们几个还适合干这行呢？行了，一个女流之辈，她懂什么呀？无非就是擅长揣摩他人的心意罢了。灵儿，大人说要赶工，让后厨做好饭菜，直接送到二堂，然后再多加几个菜。但是今天吃饭的人多，可能稍微开饭晚一点。反正我没事，我帮你打下手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会做这些吗？别给我帮倒忙。放心，以前我娘啊做饭的时候，我经常给她打下手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没有啊。大人，开饭了。哎呦，我终于开饭了，饿死我了！快！灵儿姑娘做的菜呀，我能吃3碗米饭呢。灵儿姑娘这菜烧的真好。大人，你吃什么？我帮你夹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不吃怎么行？不吃伤怎么好？难不成我还一直照顾你啊？
我好不好跟商友？快吃，吃。过来，你有没有发现？还有这个，你家公子和我家小姐之间变得有点不一样了。有吗？你天天的，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家公子啊？我挺关心的呀。找到的杀人案一共9桩，但是对死状都没有具体的描写，所以也不知谁是漏网之鱼。大人，这些案子我知道。之前那位县令说，好不容易不开灯会了，就别给自己找麻烦了，所以都是草草记录，压根儿没仔细看。如果要一桩一桩调查清楚，最起码也得好几个月了。大人，卓少主来了。大人，我知道刚刚你那样做是让他们别嫌弃我，多谢。你顾全大局保护尸体，他们嫌弃你，是他们不对。其实我倒无所谓，只要我不嫌弃自己就好啦。你这什么眼神啊？我说错了？以前的你，可说不出这样的话。哎呀，人是会变的嘛。再说了，大人你也说了，境随心转嘛。可是一个人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真的会发生这么多的变化吗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雨停了，我给马卸一下桌子。哎，雨停了，我们下去走走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先苦后甜果，可不是人人都有口腹享用的。尝尝。你先等等，没骗你吧？确实不错。彩虹，大人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好像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，好好看看风景了。今天这菜真好吃啊！回来了。啊，坐这儿。来吃。谢谢。刚回来？刚回来。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哦，刚路过一片果林，公子和小姐摘了一些果子，耽搁了一些时间。公子和小姐去摘果子啦？摘个果子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不懂，你想想，
之前他们俩那个关系，那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都难的。后来呢，虽然缓和了一点，却也只是就事论事，丁是丁，卯是卯。那这表面上看呢，是你家公子陪着我家小姐去摘果子，但实际上是我家小姐长久以来的耕耘灌溉，在你家公子的心里开花结果了。你真是想太多了。今日上官小姐为了保护尸体立下功劳，公子怕她饿坏了，就关心了一下，体恤下属而已。更何况是我要卸马梭子才停的车，并非公子本意。你别吃，还我！我是说，所有的你都别吃，给我！什么都不懂。哎，怎么还生气了？虽然你生前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可你不该死得不明不白。今天我来帮你，你也得帮帮我，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。伤口与灯会记载一致。奇怪，若是猛兽的咬合，附近骨头一定会有细微的伤痕；若是被尖锐的利器刺入，在颈骨之处应有刺伤，怎么会没有痕迹呢？若非猛兽咬合，普通的刀枪剑戟也不可能有这样奇特的伤痕，除非……陈三，陈三，陈三，你这三脚猫的本领如何做我门徒？谁说话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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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祖师爷，原来是祖师爷在跟我说话。祖师爷莫怪，小弟有眼无珠，小弟有眼无珠，小弟有眼无珠。皮肉有伤，骨无痕，不是恶蛟乃恶人。若想寻迹查真凶，一行凶器变为真。谢谢祖师爷爷，谢谢祖师爷爷。等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启禀大人，小人昨夜夜里想着大人的嘱托，是左思右想，夜不能寐啊。后来
小人把平生所学悉数试了一遍，虽然弄到了深更半夜，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你可真会终于让我找到问题所在了。说重点。是，这个死者的这个伤口是在皮肉上，但是骨头却没有留下任何伤痕。以小的所见的话，造成这种情况，想必是一种异形兵刃。异形兵刃，你具体说说。这祖师爷没说呀，真是一点儿脑子都不动啊！陈仵作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如果这个凶器的顶端有3根尖刺，2细1粗，2长1短，只要长度能刺破皮肉，但不伤及骨头，那就可以造成灯会死者的伤口模样，是吧，陈仵作？回大人的话，小的平时不习武，所以对上官小姐说的这种，小的无法确认。上官芷，既然你想清楚了，不妨画出来。那我试试啊。上官小姐，你这兵器能不能杀人不知道，用来烤肉应该不错。再消会儿。上官芷，接着说该怎么用。好。这种兵器呢，可能会用作2种用法。如果它正常发力的话，就可以当做寻常的剑使用；但是如果使用巧力，用顶端这3根尖刺，那就可以造成现在的伤口。这3根尖刺，短的可以起到辅助作用，长的可以致命。刺入天突穴的就是这2根长的。上面有锋利的剑棱，所以伤口平整；下面有托，只能刺入2寸。因为刺入不深，所以伤不到骨头。那凶手用这么复杂的东西杀人，有什么必要呢？一个闺阁大小姐，怕是连兵刃都没见过，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罢了。想法是对是错，跟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想驳斥，就拿出更好的推理来。大人，我们是见识浅薄，可是上官小姐这也只是推测，也无法证明就证明是真的呀。这对查案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没见过，那就去找可能见过的人。上官芷，拿着你的画跟我去验证一下。验证？哎，大人，等等我。大人还真信了。这里关着的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，他们中或许有见多识广之辈。大人，你真信我？穷尽所有可能，剩下的那种，哪怕是天方怪谈，也是真相。县衙查案，提供线索者将功补过，减轻刑罚。哎，怎么减轻啊？提供此异形兵刃线索者，重罪轻罚，轻罪释放。哎，这好事不赖啊！没见过，没有。没有。没见过。
剑，你见过？血剑见血封喉，见者无不丧命。我也只是侥幸，才活了下来。究竟怎么回事？15年前，我与几个兄弟盘踞在南边的山上，靠打劫为生，也算小有名气。有一天，我们刚劫持了一个商队，来到城里喝酒庆祝，却不想遇见了一位杀手。一剑取血，以血养剑。以前只是个传说，但那夜我亲眼所见，那人仿佛黑夜里夺取他人性命的无常。那一幕，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也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。我知道是谁。曾经的河阳第一杀手，现在的积善堂堂主顾雍。嘿，贵客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失礼。哟，我看这二位这么眼熟啊。你们？那说明啊，适合做生意。啊，也对。二位确定是要潘大人的命？是。哎呦，潘大人可贵呀，一口价500两。不问原因。哎，取人性命，无需缘由。500两。哟，直接给金子呀？也好啊。也好。我听说积善堂不仅能帮助主顾杀人，还能按照主顾的心意，用任何方式杀人。那是当然，本堂宗旨，杀人取命，消仇除怨，力促天下太平。方式方法呢，刀具斧钺，火烧水淹，抠心挖甘蔗都行。啊，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到的。就是这些花活呢，得加钱。好，那就再加500两。要花活，好。来，哎呀，对不住啊。没事。请问想用什么花活呢？能不能让这个潘大人像灯会上的死者一样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在血溅之下呢？哎呀，谁在那儿胡说八道呀？这个血溅跟灯会案哪有关系？老夫封建多年，这些活呢都是弟子干的，我都不会实践了。你是赝品，自然不会。让真正的雇佣出来说话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二位要是不做生意，那我告辞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的？河阳第一杀手，一点杀手的警觉都没有，而且他的脚很大，走路却很怪异。我原本以为他有脚疾，可后来无意间
在季善堂外出采买的账本里发现，无论是衣服还是鞋子，都一样买了2份，这便让我起了疑心。说吧，真正的雇佣在哪儿？来人！敢在季善堂撒野，我看看自己长了几个脑袋！拿下！潘大人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卓少主在此，谁敢放肆？潘大人，卓少主，堂主请2位里面说话。顾堂主，久仰了。卓少主，潘大人，终于见面了。所以你这些年，就是拿一个赝品来打发我。顾堂主，你未免太不把我银雨楼放在眼里了吧？我每杀一个人，就至少多一个向我寻仇的仇家，所以这些年，我不是应付你，是每一个傀儡说的话，都是我要说的话。所以你的这些替身，应该都没学过血剑吧？血剑乃我顾家不传之秘。2位来此，我知道什么目的。灯会案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能看看血剑吗？你确定要看血剑？好，我就让你看看。来人，把血剑拿来。修习血剑之人，需要对人体血脉非常熟悉。一旦剑尖刺破血脉，大量血液会涌入气管，人会窒息而亡。4大宗族都曾关注灯会一案，为何你之前一个字都不说？与我无关之事，我说什么？所以，当你知道我要重开旧案，便伪造恶蛟闹妖，误导县衙。什么灯会啊，恶蛟啊，通通都与我无关。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但是这个要信吧？你的手，10几年前，我被仇家挑了手筋，我就封建了。灯会案发生之后，我也怀疑会有人栽赃于我。我去查看过尸体，伤口是右手所为。我看到尸体的伤口是在天突穴偏左，而且刺入的方向也是从左至右，所以我就猜凶手应该是右手持剑。那顾家还有其他人会血剑吗？独子顾山会，令公子5年前病亡了，此事少主知道吧？确实有所听说。好了，看在卓老当家的份上，
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很多了。是我们唐突了，顾堂主，告辞。站住！少主可以走，潘大人，你得留下。祭善堂规矩，收钱取命。真是你要杀他？我反悔了，想暂且留他一命。晚了，血溅一出，必送人命。你再不躲开，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。顾堂主，你不会真的以为周少主毫无准备就敢来硬闯祭善堂吧？您若是再不住手，恐怕下一步就是银雨楼大举进攻祭善堂了。你会因为一个外人跟我撕破脸皮吗？顾堂主应该也听说过吧？我是为了一名女子所做的这些。这名女子将来可是要做银雨楼少夫人，你说她是外人还是内人？无稽之谈！顾堂主若是今日非要杀她，先死的必然是我。银两不退，自便吧。告辞。多谢周少主出手相助啊！有没有看出些什么？说辞无懈可击，定是早就准备好。顾英是凶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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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英是凶手！夫人，放过他！你怎么又乱跑呀？夫人，人家需要了。顾英是凶手！夫人，快走吧，夫人。顾英是凶手！顾夫人这是怎么了？啊，自从少爷亡故之后，夫人便神志不清，整天的说胡话。卓少主，不用理会。啊，请。潘大人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公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俩怎么凑一块儿了？今天可不是我上赶着，是我们潘大人求着我过来帮忙一起分析案情的。卓少主热心查案，免费劳力，不用岂不浪费？行了，那个不打哑谜了，说点我们能听懂的。如此说来，血溅符合灯会案大部分特征，那个蓝紫色伤口又怎么解释啊？尚未可知，但我们知道的是，雇佣的右手已废，而凶手用的正是右手，所以雇佣的嫌疑算是排除了。我不太明白，这雇佣本可以不用全盘托出的。难道不是卖你卓少主一个面子啊？你觉得他像是在乎我面子的人吗？还有一种可能，雇佣看似坦白，其实是为了转移注意，掩盖真正的真相。还记得我们走的时候，雇佣的夫人嚷着说，雇佣是凶手。或许他夫人知道些什么。此人疯疯癫癫的，恐怕很难问出些什么。大人，小姐，饭已经好了。走吧，正好我也饿了。那我不是还得给你温壶热酒？哎，你们先去，我换身衣服，随后就到。吃个饭还要换衣服，矫情。公子，真没想到，这上官小姐跟银雨楼少主打得竟如此火热。你觉得卓兰江对上官芷是出于真心？应该是吧。
不然他堂堂一个少主，啊，整日出入我们县衙，又尽心尽力的帮咱们查案，说只是为了沾花惹草，那他付出的未免也太多了些吧？这卓兰江看似梦浪，但是号令银雨楼这么多年，绝不是行事轻率之辈。但他刚见面2次就来上门送礼，这其中定有什么蹊跷。什么蹊跷？我要是能想到，那还叫蹊跷吗？哦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对上官小姐的事儿这么上心啊？难不成你真如灵儿所说那样？说什么？跟卓少主一样，也喜欢上官小姐。胡说什么呢？我是县令，他是县衙里的人，凡是县衙的人，我都该关心。哦，也是啊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上官小姐跟卓少主走得很近。要是上官小姐答应他做了帮派夫人，那上官公子啊，肯定接受不了。帮派夫人？我们夫妻俩不过是干一点刀头舔血的小买卖，潘大人何必计较呢？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你要是想在河阳混，那得问问咱们银雨楼答不答应。